中国有防火墙，你知道吧？防火墙就是中国在网上的一面墙。中国在网上有这面墙，然后它可以让中国人不能用外国的网站和外国的 APP， 所以这个叫中国的防火墙啊。中国人在中国生活的人，不可以随便的看外国的网站，不可以随便的用外国的 APP， 不可以用 YouTube， 不可以用 Facebook， 不可以用 Google， 不可以用 Netflix， 不可以用这些网站，也不可以用这些 APP。是因为中国有防火墙，防火墙是一个墙，一面墙，是在网上的。那为什么中国有这面墙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想保护中国人，那这面墙，这面中国的防火墙，它的作用就是把不好的东西防住就是比如说看这个东西，我要用它过滤，那所有的东西进来，出来的东西是好的，干净的。好的东西和干净的东西留下来，不好的东西在这里，这是被过滤了。不好的东西被防火墙过滤了，防火墙过滤不好的东西，所以这是中国的防火墙的作用，就是让中国人能更安全的用网络，更安全的在网上使用东西和看东西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有这个防火墙，在中国不能随便看外国的网站，那这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你觉得这个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当然，在中国，因为不能用外国的网站和 APP， 中国人有很多自己的网站，有很多自己的 APP， 是不是？中国人有自己的 YouTube， 哔哩哔哩是中国的看视频的APP。那在中国不可以用 Pinterest， 不可以用 Reddit， 不可以用这两个 APP。 那在中国有小红书是不是叫Red Note 小红书？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像 Pinterest 和 Reddit 在一起。那在中国没有TikTok， 那在中国可以使用中国的抖音就是 TikTok。那还有很多什么 Facebook、Snapchat 这些在中国都有中国自己的。我们说这是本土的 APP， 本土就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东西，不是外国的，是自己的东西。
所以在中国生活就会用很多本土的 APP。那因为大家不能用外国的 APP 和网站，所以有很多本土的 APP。但是呢，因为有些人是很想看看外国的，他们很想看看外国都有什么东西，那他们也会去翻墙。那这个墙是中国的防火墙，翻墙就是那我们可以说，如果这是墙，所以要翻过这座墙才能用外国的网站。怎么翻墙呢？翻墙就是用 VPN， 是不是？用 VPN 就可以翻墙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翻墙是违法的是违法的，就是法律不允许，中国的法律不允许。那法律不允许的事情，我们叫违法，对，违法，违反了法律。所以翻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觉得警察会去抓吗？警察抓这些违法的翻墙的人，你觉得会吗？有的时候会，中国的警察，我们平常会说，这些是派出所。我们平常叫警察叫派出所，不说警察说的少，我们会说派出所。派出所就是当地的这一个地方的警察，那派出所可能会去抓这个违法的人，派出所会去管理，会去抓这些违法的人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一个人翻墙去看外国的网站，去用 YouTube，去用 Facebook， 那如果他在网上做很多坏事情，他如果在外国的网上做坏的事情，那他可能会被查出来，就是警察派出所会找到他，然后会找到这个人的 IP， 然后会抓到他那这些违法的使用VPN 翻墙的人，他们会怎么被处罚呢？处罚就是你做错了事情，然后我要罚你，是吧？你做错了事情，那你要受到处罚。做错事情的人要受到处罚。所以派出所，那中国的这些警察，他们会怎么处罚这些违反法律违法的人呢？我觉得好像最普通的处罚就是罚款。罚款呢，就是你给我钱，你交钱，你做错事情啦，所以你要交钱给我。交多少钱呢？我听说是15000块钱。15000块钱，你觉得这很多吗？如果你用这些外国的网站赚很多钱，
赚啊，挣很多钱。你挣了很多钱，那15000可能不是特别多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情，你做了什么坏事情，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呢，还是一点点不好的呢？这会根据你做的坏事情的严重程度，有多严重？很严重？不是很严重？非常的不严重。根据你做坏事情的严重程度，这个罚款的多少也会不一样。可能罚款比15000块更多，也有可能比15000块更少。但是普通的这个处罚就是罚款。你做错了事情，所以呢，你要给一点钱给中国的警察，给派出所，给派出所。但是我听说，应该不是很容易被查到。如果你不是在网上做坏的事情，很有可能你不会被查到。因为中国人太多了，那警察，中国的派出所管不过来，就是太多了，他不能这个人也查，这个人我也查一查，这个人我也查一查，这个人不行，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查不过来，管不过来。那这个查不过来，管不过来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，意思就是太多了，你不能每一个都管，不能每一个都查，那这就是查不过来，管不过来。你也可以说中文太难了，有很多的词，我学不过来，太多词了，我学不过来了。这是什么什么不过来，中国的美食太多了，中国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吃不过来。什么什么不过来。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你可以翻墙，不是可以翻墙是不可以的，翻墙是违法的。但是有人翻墙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是去看一看外国的东西，不做什么坏的事情，那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查到啊。警察不会管你，他管不过来。所以很多中国人会翻墙，用 VPN 翻墙，但是 VPN 是违法的，翻墙是违法的。你如果被抓到，那你可能会被罚款，给钱吧。那我说说，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，不用 VPN 是什么感觉？不用 VPN，因为我不住在中国，但是呢，我每年会回中国1个月。我每年会回到中国住1个月，这1个月呢，我不用外国的 APP， 我不用外国的网站，我只用中国的网站，我只用中国的 APP， 因为我不违法，因为我不做违法的事情，但是呢，
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多好玩的 APP，很多很多好玩的、好看的、好玩的、好吃的。好用的 APP，那我每天都在用中国的 APP，我也觉得很好，这一个月呢，我在中国住一个月，那这一个月我会非常非常适应，看不了外国的 APP，用不了外国的 APP 和网站，我会很适应。非常的适应，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有意思的 APP 和网站也很多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，所以我会非常非常非常适应，这一个月会越来越中国，我会活得越来越中国，活得越来越像中国人，活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，用中国的 APP，吃的像中国人，做中国人的事情，玩中国人玩的东西，看中国人看的视频，所以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我也很喜欢一个月的很中国的生活，所以我不会觉得有防火墙，有这个防火墙，所以我的生活被影响了，我没有这个感觉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呢，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，像我一样的想法，会有这种想法，因为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坐井之蛙，我以前的视频也说过这个成语，这个成语就是说，有一口水井，在井底住了一只小青蛙，在这个井的底下住着一只小青蛙，呱呱呱呱，住着小青蛙。那它在井里生活，然后这只小青蛙一抬头就能看到井上面有一小片蓝天，那这只青蛙觉得它的生活超级的舒服，它每天过得很快乐，在井底的生活就是最好的。那我觉得在中国，很多人可能就像这只小青蛙一样，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大的井，这个井超级的舒服，中国就是这个超级舒服的井，大家住在里面很舒服，什么都有，好吃的，好玩的，好用的，大家都是可爱的小青蛙，呱呱，大家都是小青蛙，所以大家一抬头，有蓝天，可能没有蓝天，因为中国的蓝天都没了，是吧？中国有很多雾霾，没有蓝天。为什么没有蓝天呢？因为中国有很多污染，所以小青蛙，中国的小青蛙一抬头，没有蓝天，但是呢，还是很美，是的，还是很美的。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生活
有防火墙，有防火墙，大家生活的很舒服，大家生活的非常的舒服，什么都有，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，外面还有一个世界，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，外面还有 YouTube，外面还有 Netflix。外面还有别的东西，大家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就像，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就不知道 YouTube 是什么，他们不知道 YouTube 是什么，没有听说过 YouTube，所以，但是他们也能过得很开心，也能过得很开心。所以呢，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不会被它影响。你不知道外面有什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就是很舒服的，就是最好的，是吧？不会被没有的东西影响，不会被没有的东西影响。